大家好，我是 Bella， 感谢回来我的频道。前几天一直在聊 full size 的手枪，今天终于回归到小尺寸的手枪了。我们来聊格洛克43。格洛克43是2015年问世的，当时市面上single stack micro 9的手枪呢寥寥无几，远远不像我们现在市面上选择那么丰富。我能想到当时市面上的品牌呢有 M&P Shield、Beretta Nano， 还有 Springfield、XDS， 然后还有 Walther PPS， 还有 Ruger LC9， 就这么几款小尺寸的品牌。然后2015年呢，枪界老大哥就出了格洛克43。基本上呢，这些枪都是6到7发左右，如果要打到8发的话呢，得自己去买额外的弹匣。但是呢，在格洛克大哥 release 43之后呢，各大枪械博主都热聊格洛克43，就像 radio 里边放了一首排行榜金曲，不断的在那里提醒我们，让你不得不记住这把枪。同时也反映出来格洛克是多么的受欢迎。当时我认为格洛克43唯一有竞争力的对手呢，就是 M&P Shield。我记得当年有个小插曲，我和我的家里人去枪店选枪，然后我们是冲着格洛克43去的。枪店老板女儿呢，拿出了她自己身上佩戴的 Shield 给我们看，想要安利一把。主要安利的呢是这把枪3点优势。第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比格洛克普通弹匣里边多了1颗子弹，但在 Pinky Extension 那个弹匣里面呢，居然多了2颗。第二个点呢，是这把枪非常的薄，轻薄的手枪戴起来就不会太膈应，也比较的舒服。第3点就是它的瞄准器比格洛克好很多。然后呢，反过来看格洛克43，它呢其实就是一把小一点的格洛克。这把枪呢没有做太多的改良，它的瞄准器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弹匣容量没有 Shield 的高。其实说到这里，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一个是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的格洛克，然后另外一边呢是子弹容量非常有优势的 M&P Shield， 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格洛克。其实选择格洛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是格洛克。格洛克是可靠性的代名词。再来呢，就是它的重量比 Shield 少掉了80克。其实如果长时间佩戴在身上的话，这个80克还是有差别的。还有呢，就是格洛克的颜值。我们开了箱再细聊。那箱子里的配件呢，其实和我上次开格洛克20的内容差不多。这是原装的2个弹匣放在边上，然后呢，这个箱子我就拿走了，腾一点地方。好，那我先来清一下枪。首先呢，它弹匣是没有的，然后再来它里边也是空的。还是一样，我们先聊一下它的外观，再聊一下它的功能。如果我们单看格洛克的这把43，我认为这把枪呢是拥有手枪应该有的气质。在印象里，手枪就应该是长得这个样，尤其是它的比例非常的好，没有任何一块地方呢是特别的突出。而且呢，它的外观有一种极简主义风，它简单但不失平衡。我是认为稀有的那把枪呢，虽然它有很多的优势可是它的长相呢稍微过于的繁琐了，就有点繁琐，有一点乱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觉的。然后呢，就聊一下刚刚说到的弹匣，它有2个弹匣，一个是平的，一个是有一个 finger extension， 就是你的小拇指呢能握到的地方。奇怪的就是呢，它2个都是6发的。然后呢，这个小拇指这个呢，完完全全可以利用一下下面的这些空隙再多塞个1到2发。然后格洛克选择没有，这一点呢其实是有点可惜。现在市面上有一个公司叫 Shield Arms， 他们给43出了一些10发的弹匣，但是呢也不是原厂的，外面的薄扁呢也不一。作为自卫防身或者家防的手枪呢，我不建议买不是原厂的弹匣，尤其是在薄扁不一的情况，所以我选择防身手枪 P365， 它给了我10发的子弹，并且它也很小巧。但是 Shield Arms 这个10发的弹匣的确是给了格洛克43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现在就用假子弹来试一下它的扳机。格
格洛克的扳机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Pre Travel 呢，其实距离还好，但是呢，它在给扳机重量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含糊不清，然后呢，给它重量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能 break。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到这里，我们到这里了，然后慢慢的，感觉呢就是有点沙沙的，含糊不清。然后我们来 reset。它的 reset 呢，非常的听得到，也感觉的，你手指上面呢也能感觉得到。然后我们再来扣一下。reset 后面这一步呢，就非常的清脆，就非常的明确，它要 break 了。其实很多人说格洛克的扳机不好啊，其实它就是第一发的时候让人感觉捉摸不透。它 reset 那一下呢，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它的 follow up 呢，就是非常的顶尖了。然后格洛克呢，它有3个 safety， 它有一个小舌头 safety， 它的外置 safety 呢，就是这个小舌头扳机 safety， 内置 safety 呢有2个，它的 firing pin 呢前面有一个小圆柱体，你在破 trigger 的时候呢，那个小圆柱体才会给 firing pin 让路。还有一个 safety 呢，就是 drop safety， 把枪如果掉在地上呢，是绝对不会走火的，因为它只有在搬动扳机的时候，那个 trigger bar 才会把 firing pin 给 release 了。好，那说到这里呢，就差不多了。格洛克现在的重点呢，感觉并没有放在格洛克43上面，格洛克43X 和格洛克48呢，感觉是现在的新宠儿。图片上面呢，就是格洛克43X 了。它有10发的弹匣，但是整体呢还是比 P365 大了一些，尤其是它的这个握柄部分，感觉已经快是格洛克19的尺寸了。但是呢，说真心话，格洛克43如果有一天有原厂的10发子弹，那就没有其他牌子什么事情了。但是呢，如果你还是格洛克的 fanboy， 并且还想带43在身边的话，那就要考虑多买几个原厂的弹匣一起带在身边啦。尺寸上面看来呢 ，P365显然就是有很大的优势，但你不要误会我格洛克在我心中的位置呢还是不会动摇的。如果有足够的钱，贝拉希望把所有型号格洛克的枪都收集回来。本来呢这一期呢想把365给说了，但是呢内容太多了，所以呢现在在这里挖一个坑，以后呢我们好好聊一下365。好，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